我们现在准备看第2集的正片。其实第2集还挺刺激的，是有很多很精彩的内容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来。一开场你就在人家葬礼穿着红衣，求求你成全母妃。就是这样的她的遗愿就是想葬回江南。肃静中的一你这么宠爱她，为何连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都不能满足呢？胡闹！陈妃生前是朕的爱妃，死后当然要入葬皇陵。生死大事，岂由得你任性妄为？这很帅。看来陈妃真是将你宠坏了，太叫朕失望了。父皇，您的宠妃不止这一个，皇陵里也不止母妃这一个嫔妃。既然如此，一会儿你会看到少一个又能如何？不要再说了，你坏眼神。父皇，皇兄说的没错。如果你当真对母妃一片真情，又为何会对她的遗愿置之不理？放肆！你们兄妹2人是想造反吗？竟敢如此忤逆朕！你看母后来人呐！他的笑容。待陈妃丧仪结束，便将5皇子和6公主禁足。如此任性妄为、胡言乱语，你们便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。哼！达成目的的笑，是不是？朕叫你禁足的这些日子，你反思出来什么没有？儿臣身为大清皇子，却不顾身份，竟想将母妃葬回江南。父皇教训得对，儿臣确实太过鲁莽了。其实这场戏是我在我们看来武帝已静思己整部戏开机的时候，他年纪尚幼，一时冲动做错了事也是难免。其实我特别紧张。第一场不是第一场，就是还不谢父皇隆恩，应该是第2场还是第3场的时候。其实我第1天的戏我是最紧张的，看得出我紧张吗？看不出来，因为第1场的就是开机的第1场戏的时候，虽然儿臣身为皇子，在那天自然该为大清鞠躬尽瘁。我在那个监视器前一直在看着，我就表现得很好。皇兄的提议，儿臣觉得可行。对，儿臣愿意前往边关镇守，以此将功补过，为父皇分忧。特别紧张。其实有一点点刚开始的时候，但是其实拍着拍着就好了，就没有那么那个什么。为何不和我商议就决定去边关？英州摆明了想要赶你走。好主持朝廷，亮亮的，你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计啊！开始了，只要是他们的画面都是亮亮的，然后到咱们就是暗暗的，换一点。其实你唱这首歌也挺好听的。还行，一般吧，也就。我有听过你唱。我记得，就当时发这个歌第1天我学会的时候，我就给你打电话。对，然后你还亲自唱了给我听，我以为你会录下来。打电话给你听了一遍吗？都怪我。哎，还好。裴彦之看殷琦的眼神真的很深情。对，真的非常深情。对。这个景我当时还拍了一张那个照片，我有看到。这场戏应该是你的第1场戏。是的，这场戏我要说一下，因为我们在拍这场戏之前，这是我的第1场戏。拍这场戏之前呢，因为前面已经是围读啊什么，就是共创了很长时间，对角色包括对别人的角色都是有感情的，所以我在拍这场戏的时候，那天特别早出的工，然后他这一整个队伍我是跟着
殷启和裴彦之他们走的，但是我知道这场戏会有你在，然后我当时就是内心带入的情绪就是我觉得，就是跟他们走在一起很不舒服，因为毕竟不是我的，就好像不是我的家的感觉。然后后来你出现的时候，我才会稍微就后面也有展示，你看你能不能看出来？那我就好好看一下。我站的板儿直。其实刚才走过来那个镜头，我也是走了很多很多遍，特别冷。对，那天巨冷，风特别大。慢着，五弟，急什么？能看到吗？本宫来送陈妃一程。你没看到？刚才发生什么了？就是我观看过了，观看。就是你叫我们回头的时候，虽然没有给就是给我镜头，我是一个背景的一个状态，但我是笑着回头的，就感觉哦，他终于过来的那种感觉。哇，你很细腻，真的很细腻。虽然没有给我镜头，没有给你全脸是吧？对，就一点点在那个位置，我估计观众也不会发现。皇长子殿下，陈妃娘娘尸身已入关中，此事不雅。你怎么稍微穿一下？对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阴狠的人。但是当时就是踢的时候，我踢了很多次，因为一开始都是假踢，后来就是汪老师就说你真踢吧，就是用真踢的那个。我们组演员都是很敬业的。对，我记得我打你的时候也，待会儿会来吧。你每一场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但是我每一次是我要求的，我都舍不得。对，是我要求的。他此举只不过是此地无银心虚罢了。这会儿我的情绪其实就是我根本就想不到他会对我有那么大的敌意，他还敢动手。其实，在上一世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很文文弱弱的人，乖乖的那种。对，包藏祸心，居然敢对本宫刀剑相向，你不是心虚是什么？这场最后咱俩在后面是不是也埋了一个线？对，埋了线。对，看后面有没有。我放肆又怎么了？皇长子殿下，吾殿下心系陈妃娘娘，才会如此冲动。吾殿下，陈妃娘娘入殡的时辰耽误不得，咱们还是赶紧出发吧。今日这关，本宫是开定了。殷琦，你偷偷送嫔妃尸身出宫，就算是父皇再宠，这次定饶不了。不要！怎么可能？陈妃怎么可能在这里？本宫明明……看清楚我的那个表情，你的表情也是惊讶吗？对，我说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真的在里面？今日你敢对本宫动手，这仇本宫必将百倍奉还。好气的呀！其实我给了，但是没有给我那个，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还不能出现，对，还不能铺垫一下，得铺垫一下。这个我们要解释一下吗？不用，我觉得能看出来，能看出来，能看出来。阿奇身边一定有嬴州的内鬼，说不定就会什么时候在背后放。是谁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准备的周全些好。一群废物！我情绪真的很不稳定。哦，这是不是那个人要来了？哪个？这个。哦，哎呀，你看我是害怕的，因为我知道你生了大气。殿下恕罪。我真的很用劲儿。对，但其实只打到了下半张脸，上就是没有打到脸颊上，就是嘴有点麻，脸不疼。报说燕启夜半出宫，抱歉，没事，是我让打的。
都怪属下。哦，这我要解释一下，他是一直就是在假打，但是我觉得假打的话，情绪给的不够。对，而且就是可能我也跟不上你的那个手的节奏，对，所以最后我们才来了真的，来了真的一遍就过了。对他很抱歉。没有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实是奇怪，殷启要送陈妃回江南，不会有错的。难不成他是想利用陈妃陷害殿下？我以前没发现，殷琦竟然这么有心计。其实一直都觉得他是个小白兔，就是很容易被拿捏。是的。到后来我就觉得他的变化之后，就开始警惕起来。其实我还是心疼你。你这纯就是打人一巴掌，再给颗糖吃。但是我对别人是不碍事的啊，你对别人就是光打，对，会想办法遮了这红印，不会让旁人发现的。但我真的很听话呀，每次。哇，你的眼神给的特别好，非常听话。你那个眼神就是爱殷周，很爱殷周。真正能信任的人，只有你了。因为我是一个对于角色，这样说有点自恋，但我确实我自己。可能风格就是我演东西比较沉浸式一点。愿为殿下分忧解难，万死不辞。哇！如今我改变了前世发生的事，将您送回了江南。这说明我可以逆天改命。封损啊，封损。那道具做的也挺细致，是的。谋逆之事了。殷琦，这是他们小时候。对，中间应该再加个小爱心。估计不可以有吧？那太明显了。他们两个是从小一块长大的。我也是从小在你身边呀。其实不是，只是，不能说从小，就是小时候，不算吧。也反正未成年，反正是，就是没有成年之前跟着你的。我就算知道，告密之人有可能是胭脂。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相信，莫非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让胭脂回头？疼吗？莫非你知道我是重生回来的？哦，怪不得他当时是会摸他的胸。肯定啊，我觉得这做的很细。妈妈和儿子之间肯定会，对。你比如说我有时生病了，但我没有跟我妈讲，但我妈可能晚上会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干嘛，她说可能就是我觉得心灵感应吧，我感觉是。我妈也会，就是我妈做了一个噩梦，她说你最近好不好啊什么的，我特别担心。我没有别人。我觉得会这样的，阿吉，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哇，这裴艳真很会撩人，人家的配乐都是那种抒情缓慢的，是。哎，我觉得这空镜给的很好，哎，对吧？最后落在了那个，秋千上。殿下，我兄弟二人查到苏贺的心腹和京城一直我怎么知道你去哪儿了呢？我在哪儿呢？但是具体的地址我们还需要再查。胭脂的叔父也是个狠角色。
这枚图腾应该是某个商会的标识。找到任何有关的信息线索，第一时间来报。是。切勿大走京城。我兄弟二人知道该怎么做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大姐，他每次陪人吃饭都很急。队友，快把白太医叫来！他俩有心灵快去啊！阿姐，怪不得天呢，人一来就晕。殿下积劳成疾，来回奔波，所以才高热不退。这衣物都被汗浸湿了，得赶紧换上干净的衣物才行。殿下躺着别动，让微臣来就可以。胭脂，胭脂，还是让我来吧。那吃醋了。其实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种枕头真的会舒服吗？我感觉硬硬的，而且就是脖子得这样，它不是那样躺着的，我觉得对脖子也不好。这个就问到我的知识盲区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拍戏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这件事情。在这陪着我，就方便你趴着吧。白太医叫人开了副药。啊，是不是透露太多了？好像这一集里面就会有，但我没有趴枕头上。我想你留下来陪我。我只是去看药煎好了没有，怎么说的好像我一走就不回来了。我只是害怕你变得和从前不一样，我却一无所知。明明已经退烧了，怎么还在说胡话？前几日有点不解风情了，能这样说？德公，你不是最讨厌皇长兄了吗？皇兄看你的眼神，肯定是对你图谋不轨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我对他图谋不轨。哎，你真的对他图谋不轨吗？其实没有，你只是想让他拉他到你的阵营。对，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去拉拢他。后边既然我已经想了，我是知道的。燕之哥，你放心，这药我肯定会盯着皇兄喝下去的。药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你笑啥？我每次见到贺叔，我就太可爱了。对。皇兄，你怎么回事？病得要死要活的时候，拉着人家燕之哥的手不放，现在好了，又赶人家走，得亏人家燕之哥这是神主公哈，才不跟你计较。看破不说破，越依赖一个人，有点东西，最后反而童言无忌嘛。当今塔尔汗的大汗铁勒苏，哇，是裴彦之的大哥。这一句台词是很难很难，巨难背。对，哈日茶盖过去什么那个哈日茶盖、铁勒苏河，但是你一遍就过了。因为我就这个戏开拍之前，我自己过了好多遍，我怕会背错。怪不得裴彦之要去投靠他的亲叔叔。裴彦之在京多年，这场还有一个故事，你跟大家说。你说，本宫就是。因为这场戏，
在后面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他把我拉到他怀里，我俩对视的这么一个动作。对，其实本来是没有这个动作的，是后来加的这个动作，是因为殷周有一个设定，就是他喜欢看我笑，这，对吧？然后我只要是一笑，他就会调教出来，他就是会对他有点想法，对他就会对我有想法，所以这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，就是即兴之下能把我们两个的关系情节，殿下，这只鸟拉扯的很到位的一个故事情节。哦，就这场戏1-1，对，继续讲吧。对，不是1-1，不是，是我的第一场戏，也是整个剧的第一场戏。其实我特别紧张，就大家看看我能不能看出来我紧张。看不出来，一点看不出来。皇长子殿下，这披风挺别致的，大家都怕你。殿下最近可能是忘了，我和殿下是盟友，并不是听殿下吩咐。其实我就是要试探他，试探他对我是一种什么态度。本宫平起平坐。其实朋友之间，哎，我会夸奖你一下，你衣服挺好看，但我就知道他不是我的。其实你没有坏心眼儿，只是你的语气习惯了这个样子。其实也是坏心眼儿，也是试探，也是有点心思在的。就不服从我的所有人，我都要难看。塔尔汗的东西，自然也属于我大兴。塔尔汗的人，终究也是我大兴的奴。哎呀！大特写给他。你和殷琦害我被父。你这样看的话，好像你打我的时候还稍微就没有那么那么严重一点。放开殷之。武皇帝的病好的可真快，看来是被照顾得很好嘛。我有个很习惯的动作，就是公嫂，本宫教训一个质字，几时轮得到你在这里？扳指是你的标志性的，对，标志性的一个动作。皇长兄教训自己，就是我觉得你很多情绪都是用扳指来表达的。对，你开心的时候，尤其是焦虑的时候，这个非常明显。就一旦你焦虑，就会扳指。我什么我？皇长子殿下，武殿下，皇上要招你们去商议政事，这会儿还在御书房。这个公公很可爱，快随老奴一同前去觐见。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。在拍戏的时候。一个质子，换他边境10年安稳，已是我大兴的恩赐。没想到他苏贺韬光养晦，在这几年之间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。因为他的野心，竟让我大兴边境民不聊生。儿臣以为，我们不如为苏贺收复女真部出一份力，带苏贺一统草原部落。塔尔汗终究是我大兴的附属国，苏贺定会念在父皇扶持的恩情，一定会为我大兴俯首称臣。儿臣的想法与皇长兄正好相反，就喜欢跟我背下来。我又开始情绪失控了。对，母后来了。本宫告诫过，这场戏是元旦那天拍的，是吧？才会发怒。好像是，是的，是的。父皇宠爱殷琦之是元旦那天，我记得很清。可今日看，那天吃了肯德基。吃了肯德基。而且晚上的时候我们还去那个《清明上河图》转了一圈，溜达了一圈，对，还转了一圈。就算如此，父皇偏心也太过了吧！父皇因为成妃，竟然让我禁足半月。殷琦在宫中与我刀剑相向，父皇竟会罚他。
其实我从小就受到，你看我母后的这种教育，这种陷害本宫，打压，还处处露锋芒。这种，他竟然，其实他很装了这么久。肯定的。他的这种怪力的品性啊，这全部都是他母妃。从前陈妃最是会藏锋守拙，殷琦是他母妃一手带大的。既然殷琦不愿主动离开京城，我感觉母后和你的很多表情是同步的，对，真的很像。那肯定的，我是他儿子。对，所以说你两个他的教育就是让我这种。其实我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去，但是就是对我的亲兄弟去做一些坏事，其实我不得不去做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不去做这些东西，我母后就不爱我。殷州过去所为何事？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就是你的很多行为逻辑是跟着母后来的。对，你叔父执意要攻打女真部，大兴边境自然也遭殃了。父皇大发雷霆，问我和殷州有什么应对之策。殷州提议让我带兵去边关戍守。什么？阿七，你轻点儿！你这是上药还是下毒？这皮外伤被你一治，反倒伤筋动骨了。你这手流年不利啊！他故意的吧？肯定是故意的呀！用力打，还要撒娇。手坏了，我养你啊！他们俩都会聊。总之，边关很危险。你千万不能去！你看他不接他的话茬，一点不接。皇兄变着法子也想把我赶出京城，我自然不会如他所愿。因为他们也有这种音乐，也坏坏的，音乐坏坏的啊，不是说他的人坏坏的。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这是。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第一次进入我的寝宫的时候，我哇，就是剧组给我准备了很多道具，就是让我大开眼界，对，大开眼界，吃惊。我看到的时候，我也是，我说哇，我不敢看，我说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。既然如此，那殿下为何要逼他远走边关？难道你没有发现，最近的殷琦和从前判若两人了吗？你一心为了你的五殿下筹谋，可殷琦丝毫不领情。陈妃入皇陵的那一天，恐怕连你都骗了。你看，跳过了剑。不如本宫给你个更好的选择，放弃殷琦，彻底的加入本宫的阵营。你应该明白，这样的选择对你来说才是正确的。我的初心从没变过，也不可能改变。不可能改变。至于我的选择是否正确，只能我自己说了算。你的重头戏来了。天哪！我当时配音，我配这段的时候，我都非常的，那个，因为我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害羞，对，他是的 I 人，我是一个非常非常 I 的 I 人。我们在人多的地方拍个照，他都会害羞。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殷琦要去边关戍守的事放了出去。过不了多久，演得很好。整个皇你引导的比较好啊，因为我引导的好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在拍这场戏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，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很难，但周周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演员，他会经验，不是这种经验我很少啊，就对，他会跟我讲情绪上面的一些东西。这个冰块，哎呀，其实一开始
我们在演这场戏的时候都不知道有冰块这个东西，后来就拿出来说哇，很厉害。而且那天超级冷，还就是穿的薄薄的一层纱，好，真的好冷那天，然后加上冰块，真的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眼下的我既无实权，也没有兵力，唯一能抓住的就是父皇的信任。我必须趁热打铁。我现在还在起鸡皮疙瘩，如此才能有机会与英州回不过去了。就有的时候觉得看自己演的东西还，对，我觉得看自己的东西就挺紧张，但看这种戏更紧张。对。但是我们这个戏好的是，反正我是看了第1季和第2季，我是一直带入故事情节去看的，就很能看得进去。原来是英州搞的鬼。但有的时候会突然闪出说，哎，我拍这场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儿臣以为，必须分化他的势力，维持几个部落之间的平衡。万一他真收服了女真部，必定会士气大增，举兵进犯我大兴。区区一个可汗，给他10个胆子，他都不敢对我大兴怎么样？皇长兄此言差矣。塔尔汗的一举一动，都会牵扯我大兴边关百姓的利益。父皇向来爱民如子，我们作为父皇的臣子，理应像父皇一样，为百姓考虑。他也挺会说的，说实话。齐儿最近长见了不少啊，不接我的是欣慰。把我气的呀！把英州气的不是我。儿臣前阵子，英州不就是你吗？我不是，我跟他其实是2种类型的人。但其实，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我一直觉得你就是英州，不是性格啊。这对于我个人而言，那既如此，我对你很坏吗？不是，我说的是那种，因为这怎么跟你说呢？从你看，已经半年这么长时间了，就我们认识嘛。朕听闻，前几日你送你母妃出宫的时候，还未等出圣安门，周儿便将你拦下了。老谋深算。那些守城的侍卫，这是我父皇才是最厉害。当然，能当上皇帝的有不厉害的吗？行踪都一一汇报。皇帝和太后不就是宫斗的冠军吗？你也赞同我对付你的叔父？你不担心你的族人吗？从大兴的立场上来说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更何况，苏贺一家独大，对我的族人来说，也未必是好事。其实，我还有后续计划。你看看他，你看他，心眼老多了，又是这种计划那种计划。私贩猖狂，屡禁不止。我要趁着这次机会，就是咱们2个是属于有计划，但是都摆在明面上，也没有吧。就是真的长大了，就是咱俩的坏，大家都能看出来。对，需要粮草银钱，就确实是在干坏事儿。但是他们也在为自己谋利嘛，只不过边关商部，减少私贩，另一种方式也是好事一件。这皇帝的人，哦，齐儿和那质子，当真是这么说的？他们故意说的。奴才听得真真的。心多深呢？齐儿如此，倒是可以挫挫周儿的锐气。那个质子也确实是识时务者。其实我那个在我私底下，我本来也有个周嘛，他也是英州，刚叫周儿。其实我父母也是这么叫我。我也想啊，是吗？对，挺亲切的。阿奇，从前你从不关心这些朝堂之事，对权势毫无兴趣。是不是陈妃娘娘，还是什么别的事，让你竟和从前判若两人？就算我变得和从前不一样，你能不能也用真心对待现在的我？哎呀，人家可甜。还深情。皇兄，皇兄，你什么上去？他每一次出来都挺可爱的。对，别挂，
么又女扮男装，还咋咋呼呼的，哪有个公主的样子？皇兄，你就带我出去玩吧。听说周桥夜市今日开张，肯定很好玩。皇后娘娘今日又责罚了我，再不让我出宫，我就要闷死在这个皇宫里了。什么死不死的，别胡说。贺叔一出来，配乐是又不一样了。对，不能出门，这很符合既然贺叔每个人的性格。那我陪你去办。好，只要能出宫，谁陪我都行。好幸福啊，感觉从小被宠着长大的。殿下，子明查到了苏贺的私贩商队在京城交易的地方，就在飘香阁。我还挺厉另害外，这飘香阁的掌柜，表面看着是中原商人，实则他曾是哈日察盖的部下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放心吧，胭脂哥，你喜欢我皇兄这件事，虽然我知道了，但是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的。六公子，还挺开放啊，那个时候。对啊，其实网上不是说古代的时候是不封建的啊？对。将这封信，他们可能就是对地位啊，然后就是这种就是阶级关系可能是封建的，但是很多事情是，我觉得是很开放的，就是根据我看的啊。当年我们可是有言在先，你帮我公母挣钱。殿下，这是在飘香阁附近斩获的。你还挺可爱的，每次出来。其实我感觉眼神挺单纯的，但总是会在那个单纯当中透着一点坏出来。这场戏也是，应该也第2天拍的，我是开工第2天拍的。殿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看来裴世子一直在给苏贺传递消息。你看我真的很真诚啊，我跟人家讲这个事情，所以他从来没有猜到我头上来。所以你对任何人都这样吗？我很真诚的，我很真诚的。是。主上，但是你看我的眼神，其实跟看别人不一样，肯定不一样的，很明显。大哥把兵符给了我，他是怕。就是我觉得我每次看你的时候，总是多了一丝的悲伤。把希望寄托就是很难去去描述那个情感。你让我自己说，我自己可能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。主上，您如今所图之事，都是为了塔尔汗的将来，大汗定会鼎力相助的。哇，这个地巨滑，那天地都结冰了。这场戏的时候啊，因为这场戏这个地方我没去过，我先上去看，永远都是在我的情眼神可快了。酒楼万一有诈，属下怎能让您一人涉险？放心，胭脂就算有再多的秘密，她也不会对我下手。段友、子明，你们进去看看。是。你看这走的时候就特别小心翼翼，就光对，就这儿，就走的时候至少摔了3跤啊，超级滑，那个地结冰了那天。客官，2楼包间只有熟客相邀才能上去。熟客才能上去。VIP。兄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回头再跟你解释。帮皇兄一个忙。又使坏。来人呐，抓贼呀！这间酒肆有毛贼，本少爷的钱袋被偷了。怎么回事？哦，这样他就能溜到2楼去了。对。眼下殷州想把阿七赶去边关，我们必须得加快脚步。可如今，武殿下对主上不似从前那般信任，属下是担心
他会不会成为我们的阻碍？还愣着干嘛？赶快给我找钱袋子去！哦，你们谁偷了这位公子的钱袋子？这是你？话可不能乱讲，你这么大喊大叫的，把我客人都吓跑了。你这件酒席有毛贼，偷了我的钱袋子。哦，是吗？那不如我们报官，劳烦这位少爷跟我去趟衙门。公子，公子，你的钱袋子在我这儿呢，是个误会，这是个误会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散了吧啊！一场误会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啊，散了吧。误会，我看是诬陷吧。哎，公子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该回了。公子，大家走路都小心翼翼的，对，看得出来，你不说的话，可能很难发现。对，阿母妃的棺椁，要不是您暗中派人护送，不可能这么安稳的到达江南。依属下看，您不妨开诚布公的告诉他。不行，立储之时，苏慧一定会插手。殷州又十分忌惮阿奇，若是让他知道太多，一定无法全身而退。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怎么样？你觉得？我觉得非常好看呀，很刺激啊，很刺激，很刺激。第二季非常刺激，对，又是冰块，又是，我其实我挺害羞的，我也其实是个很哀的人。就是跟不熟的人，我可能就是一句话都说不了。是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就是很凶，其实不是凶，只是他跟不熟的人，我会有个屏障在那边。对。后来慢慢，因为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我也是老哥的，就是，不是哥哥啊，是哥，是我叫哥，就这样的。那我们结束了。对，我们很期待。就是因为第一集、第二集是咱俩陪大家一起看的，是后面也会一直陪大家看下去。虽然说第一集、第二集我们两个的戏份就是没有对手戏很少，但是后边的会越来越多。但你的戏份很精彩啊，前两集。是，就是把我很怪力、很阴湿的那面都演得展示，特别好。谢谢，真的，真的呀，你演的也特别好，就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就是以后就持续的关注我们，与君同。好，我们后面下次是3、4集，3、4集再见喽，拜拜。